大家好，我是我爱电器维修老王，现在给大家修一台炸管烧保险的电磁炉，我们看看是什么问题。来检查一下，这是保险，先看一下保险，保险已经烧断了。保险烧断一般就是 IGBT 容易烧坏，我们量一下。IGBT 这个块也烧坏了。太脏了，这个简单的处理了一下，等修好到最后再清理一下。这儿烧糊了，这个是电容，这个引脚烧糊了。0.3微法的电容，这儿烧糊了。我们先把保险换上 ，IGBT 也换上。然后把这焊住，然后再检查一下，看到还有问题。我给导入硅胶。这个整流桥也坏掉了，这整流桥，换个这个整流桥。行，全部都换好了，换了一个整流桥，换了个 IGBT， 换了个保险，然后这个0.3微发这边这个引脚都糊了，我检查过了，别的都没有问题。装好，然后我们通电试一下，可以了，应该没问题了。我们装机试一下。这台电磁炉修好了，就换了这3个零件，一个保险，一个桥锥，一个 IGBT， 现在都正常了。谢谢大家观看。剃须刀钝了加胡子，很多人呢都是把上面的刀片给它换了。其实呢，我们不需要更换刀片，只需要呢用一个烟盒就可以快速的让这个剃须刀立马锋利如新。这个方法呢非常好用，有很多人呢都没有见到过，也都不知道，给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方法到底有多好用。我们首先来看，先把上面这个支架给它拿下来，然后呢，我们把里边的这些保护罩还有刀片我们都给它取下来。我们来看，就这样都给它拆开了以后，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烟盒里边的锡箔纸我们给它拿出来。我们主要就是用这个东西拿出来以后，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烟盒给它折叠一下，就这样叠几下以后，然后呢，我们用一个剪刀给它剪一下，都剪成细长条的形状。用这个修复剃须刀非常好用，我们看，就这样给它剪成这个样子以后，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用这剪刀横着剪，把这些都给它剪成细小的碎末。都剪好了以后，然后我们把剃须刀上面这个保护罩再都给它放回去，3个都放回去。我们看，给它放回去以后，然后呢，把这些给它分成3部分，放在这个保护罩里面。我们看，这样放进去以后啊，然后我们再把刀片给它放回去。这个方法呢非常好用，很多人呢都不知道，也都没有测试过。我们来看。这样放好了以后，然后把这个支架再给它放回去，把这个中间这个扣给它拧上，拧上以后我们把它按住，然后呢打开上面的开关，打开以后让这个头朝下，这样不停的晃动，晃一下，这样呢就可以很好的起到一个研磨刀片的作用。就这样呢给它研磨2分钟就行了，然后我们把里边的东西再给它取出来，我们看把里边的这些全部都给它再倒出来，就不需要它了。然后呢，我们把这些东西再按照原来的样子给它再装起来。你来看，经过这样处理好的剃须刀，非常的锋利。这方法呢非常实用啊，把它分享给你，感谢大家观看。大家好，我是我爱电器维修老王。今天修一台微星天线接收机顶盒，这个盒的问题是不开机，开机没有反应，一点反应没有。我们拆开看一下，这个机顶盒打开了，我们开机通电开机测一下。这儿1.9伏，这儿电源不对，这一组应该是3.3伏，这一组19.9伏，这一组应该是15伏才对。看这一家，这一家不对，这儿应该是20伏，它是27.7。这2组电压偏高，然后这个3.3伏这儿电压偏低，电压偏低这儿，这不对，我感觉是这个电源板的问题。刚才我已经看了，刚才我看是这个小电容，这个是连3.3伏的10伏1000微法电容，这个稍微有一点鼓，稍鼓一点。然后我把这个换掉，再试一下。这个小电容拆下来了，这个小电容是10伏1000微法的，然后我们短接一下，放下电，量一下电容的容量。1000微法的变成570了，568，容量这个电容的容量失效了。我们换一个装上试试。现在手头没有10伏，没有10伏的，找了个25伏1000微法的，我们先装上试一下。然后再通电试一下，通电，现在可以了，现在开机了。然后我们再量一下这边的电压，
3.3伏，这个正常。15伏这里是15.9伏，也正常。20伏这里是22伏。行，现在电压都正常了，开机了。这台机顶盒修好了，问题就是这个小电容容量失效引起的3.3伏电压输出偏低。谢谢大家观看，欢迎评论加关注。Our hearts beat to the city streets. We began to feel the fire. We rise like tall buildings as the chemicals, they take us higher. The night's young and it's just begun as she puts her hand in mine. We wanna chase the night, wanna dance to the light, pull the stars from the sky, just two hearts running wild. Never sleep, never stop, as we shout from the top. We're gonna be two hearts running wild. Now the morning as the afternoon, we lay awake in bed. 原来用个打火机就可以修好家里坏掉的电水壶，不管这电水壶出现了什么毛病，都可以用它来解决。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方法到底有多好用。像电水壶呢坏了以后，无非就3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就是电水壶不通电，这个情况见的最多的。然后其次呢，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电水壶通电，上面只是灯亮，但是它不加热。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电水壶烧开水后呢，它一直烧水，它也不断电。就是3种情况，给大家分享一下如何解决。我们来看。首先呢，我们用了打火机的时候，我们把这打火机先给它拆开。我们看，先把这个上面这个防风罩给它先抠开，然后呢，我们把它里边这个东西给它拿出来。这个东西呢是一个电打火的一个电子元件，我们主要就用这个东西就可以快速的检测到底是哪出现了问题。我们看，首先第一种啊，电水壶不通电啊，是吧？我们首先要检测一下。这个电水壶中间底座里面是有3个金属弹片的，3个金属弹片对应的位置就是这3个插头。我们测一下，看一下这线断不断。把它放在任意一个片上面，这样打一下。如果打这个手麻，就说明这个线它是通的。如果不麻呢，我们再换一个金属片，再触摸住这个，再来测试。如果麻了，就说明这个线它就是通的，没有问题。那么我们再来检查一下这个电水壶。首先呢，我们把这个电水壶后盖先给它拆开。拆开以后呢，我们来检查一下这个开关。不通电呢，我们首先要检查开关，把这开关先打到开的位置，然后呢，看手柄上面这2条线，就是开关上面的线。我们一只手触摸住开关上面的一条线，然后呢，我们用这个东西打下另外一条线。如果这样一打手麻，就说明啊，这个开关它就是好的；如果不麻，就说明开关坏了。然后呢，接下来再来测一下这个耦合器。其实这个耦合器坏的是比较多的。我们先把耦合器上面这2条线给它拔掉，拔掉了以后呢，我们测的时候啊，就是一只手摸住一个上面的金属弹片，然后呢，用这个电子元件啊，看一下这个上面有2个铜圈，分别打下这个铜圈来测试一下。打完以后呢，还是非常麻的。如果不麻呢，就打里边这个铜圈。打完以后，如果这2个都不麻，就说明啊，这个线它是断的不通啊。然后呢，可以再检查一下这个。也是一样，按照同样的方法给它打一下试试，只要不麻，就说明啊这耦合器它就是坏的。找到坏的元件以后呢，我们给它换上，就可以修好这个电水壶。大家好，我是我爱电器维修，今天来录一下我老公修的一个迷你小冰箱，大家来看一下啊。
这边是焊好的，等一下做个绝缘，不能连电了，做个绝缘，然后固定到这里。等一下试一下，看看开机什么情况。这台小冰箱修好了，里边的温度也一直在下降。然后这个冰箱的问题就是换一条这个排线，这排线应该时间长了，它也老化了，然后这样开盖合盖窝来窝去，应该是窝断了。好了，谢谢大家观看，欢迎评论加关注，再见。Hello， 大家好，我是我爱电器维修老王。刚才一个客户到我店里边去了，他说他家的双缸洗衣机不能洗了，洗的时候里面哈啦哈啦的响。我们过去看一下。是不是还得搞水啥玩意儿？你现在看一下，我看看。哈啦哈啦响，上面不打个转是吧？嗯。放手试一下。你咋？可能下来，可能是什么声音？哈啦哈啦的响。差不多。看着了，减速器坏了，就这个。就这个减速器坏掉了。坏了这个。然后换一个上去。好的，这个新的拿过来了，我们现在把它装上。这儿抹上防水胶以后，开始安装。防水胶已经抹好了。通电开机。
好的，这台洗衣机修好了，欢迎大家观看，欢迎评论加留言加关注，再见。这个才是老水工接水管的绝活，不需要用对接头，只需要用根铁丝就可以快速的把2个软水管给它接起来，不管水压再大也不会撑开，而且也不会漏水。它是怎么操作的呢？我们来看，首先呢，它是把一个水管头先用打火机给它烤一下，给它先烤软了。如果没有打火机，其实也可以弄点热水也行。我们把这个放到里面，给它烫一下，烫软了以后呢，我们再来接。你来看，非常的软，是吧？然后呢，我们把水管的这一头，我们给它插到这个里面。我们看，这样把它插进来以后，然后呢，再进行第2步操作，用铁丝绑。绑铁丝的时候是有讲究的，用这个方法绑好以后水压再大也不会撑开，而且呢，它也不会漏水。好，把这水管插到里边以后呢，然后呢，接下来就用这个铁丝绑。绑的时候呢，不能这样直接绑，这样直接绑的话，水压大了以后就会撑开。绑的时候应该这样，用个剪刀把这个铁丝给它先剪个尖出来，然后呢，把这个铁丝从这个水管中间这个位置给它穿过来。你来看，就这样穿过来以后，接下来呢就是把这个铁丝从这儿转一圈，绑一下，用钳子给它绑牢固了。接好的水管，我们来看一下效果。水压越大，这个水管呢膨胀的就越粗，越粗这个铁丝绑的就越紧，它就越牢固水压再大也不会把它撑开。这个方法呢非常的好用，把它分享给你，感谢大家观看。继电器坏了怎么测量好坏呢？现在很多电器上面都使用这种继电器，比如这个洗衣机主板，你看上面这些都是继电器，还有空调、热水器、电饭锅等等用的是比较多的。但是这个东西坏的也比较多，坏了以后我们需要怎么测量呢？先来看这2个都是12伏的，我们把它反过来看一下上面的引脚，最常见的就是这种4条腿的，4个引脚的，这个是5个引脚的，它们的测量方法都是一样的，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首先仔细看一下这几个引脚，它的粗细都是不一样的。先看这一排溜3个两侧的这个引脚是比较细的，这2个角就是供电角，而其他的3个角都是比较粗的。仔细看，粗的引脚是控制电器设备的，这个继电器呢3个粗引脚，默认呢这2个引脚它是导通的，这2个角是断开的。如果给它送上12伏电后呢，这2个角就变成分开了，就断开了，这2个角就变成导通了。像这个4角的也是一样的，给它默认呢这2个角它是断开的，当给它送上12伏电后呢，这2个角就导通了。我们来测试一下首先呢，我们先准备就是一个电源，把腕表先调到风明档，然后呢把这个电源12伏的电源给它分别夹在继电器的供电角上面，仔细听，上面是有细核的声音，听。有细核的声音就说明它一般它没有坏，但是呢这个方法也不准确。如果没有细核声音，那就100%它坏了；有细核声音，就是可以说它有可能不坏。我们给它夹上夹子以后，然后呢我们用表来测量一下中间的这个角，就是控制断开的这2个角就是中间这2个角。我们来看，你听，这样就导通了，是吧？当我们把这个电给它断开以后，再来测量，如果它不导通了，就说明这个继电器就是好的。你看现在不导通了，是吧？只要给它送上12伏电，它可以导通，断了电以后它可以不导通，这样就说明这个继电器就是个好的。这个方法呢非常简单，是吧？分享给大家，感谢大家观看。Hello， 大家好，我是我爱电器维修老王。现在我们去幼儿园去修一个 LED 滚字屏，就是 LED 广告屏，我们去看看。就是这个广告屏，它以前用的控制卡是插 U 盘的那种控制卡，这条线是插 U 盘的这条线，插 U 盘改变字幕。现在呢，客户要求用手机直接更换屏幕、更换字幕，我们给他换个控制卡就可以了。我这个控制卡是带 WiFi 功能的，可以直接连手机改变字幕。这一张就是
滚子屏，就广告屏控制卡，它这个是原先是插 U 盘的，我们给它换掉就可以了，换了带 WiFi 功能的。好的，这张 WiFi 控制卡我们换好了，等一下给它包一下，装上，包好了，然后充电测试，调试一下再。好，一切没问题，然后我们调试一下，把字改一下，手机上下载中航软件。对，中航软件就是控制卡编辑软件。写好字幕发送就行。好的，这个广告屏控制卡换好了，这是 WiFi 控制的，以后想修改字比较方便。好了，本期视频到此为止，谢谢大家观看，欢迎评论加关注，再见。Hello， 大家好，我是老王。今天朋友从外地发过来一台投影机，是小型的 LED 的投影机，他说是不开机，电源指示灯不亮。然后我们看一下，看看是什么问题。就这台小机器，我们通上电看看。通上电了，通上电这儿指示灯不亮，没有指示灯，没有待机指示灯，应该是电源板的问题。小机器。机器拆开了，这是机器的电源板。然后我们通电量一下，看这个机器有没有300伏，先看看。这里是300伏，我们看一下，有，这是330伏，这边正常。有330伏，这边输出没有电。这是 D， 这边输出这儿没有电。有300伏，然后我们接着往300伏往后插。这一个是25伏电容，这两个都是。看一下电容这儿有没有电。这是25伏电容，电容这边有电，这个电容这边，这个电容这边也有电，那这儿为什么没有电呢？再看一下，这里好像看着有个小电容糊了，这边。没有电输出，是这儿烧糊了。我量了这个电容这儿有电，然后到这个排线口这儿没有电，中间是隔的电容，然后这个电路板这个锡箔线给烧断了。把这个电容换掉了，原先这个电容烧糊了，然后这个下边这个铜皮也烧断了。我换了个电容，然后引了一条线。引到这边了，引到这个引脚这儿了，然后我们再通上电试一下，把电源板装上。行，通电试一下，可以了，有电源指示灯了，开机，好了，这台机器修好了，
这个机器是 LED 的，亮度不怎么高，这台机器。好了，本期视频到此为止了，谢谢大家观看，欢迎评论加关注，再见。